叭，这个力量，你的摆扣才会带动你的身体嘛，晓得吗？所以我在摆扣的时候，身体是在什么？是在摆扣的过程当中，我的身体就变了，而不是我完成了摆扣，完成了摆，我的身体才变，走啊。可是它两条腿是往内卷的，对啊，所以你撑裆的，像我们今天在教的是一条线，那他左掌的时候，他的撑裆其实已经不太是那种形态，对不对？它比较像是往上，往内卷是胯，对，往内卷是胯。可是老师，你不是说裆是由胯的两边的动作导致你是啊，是啊，所以你往内卷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裆其实是圆撑开的。那你在走动的时候，两个胯它是不是也分前后？对。对啊。因为你在走，你这样，你这样子哈，我就算两条腿，我是这个样子拧起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这样子两个都往内嘛。可是当我在这个姿态的时候，往内的时候，它是不是也力量是不是也可以分前后啊？你看我力量是不是也可以分前后？对嘛？它只要胯能动，我不管是扣起来，我这样子扣起来，我这样扣起来的时候，不影响它的张开啊。这样不懂？扣起来不影响张开啊，打开也不影响它的张开啊，晓得吗？所以它的摆跟扣不影响它的前后张开或者左右张开，它是两回事情。老师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，手掌的撑裆是不是不能够松掉？你可以松掉，你可以在我讲的你落地前张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一直在动的话，是不是我落的这一只脚就算后脚？因为我落下去那一瞬间没有前后，没有前后，就没有前后。你当然一开始练是有分前后了，对，真正走起来没有分前后啊，就是说只有一条腿，就是那条腿嘛，就是我的那个支架的，再让我起来。对，只是改变支点，对，两条腿是改变支点而已，这样不懂？那它改变支点的时候，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？就是说你的架构跟力量都没变，这是因为裆把它连接住了嘛，裆没变嘛，这样不懂？所以当我这样走的时候，我这样走，你看我这个裆撑是不是？裆撑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也可以不要啊，我可以这样子啊，我可以松的，可是我落地的时候一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一撑，这个起来了，起来一撑，你看变成这样子。而松的，啪一撑，我在这个地方撑。我跟你们讲过嘛，重要的是在哪边？走八卦的摆扣，重要是在哪边？重要是在切线的地方，形成摆跟扣切线的地方。就是说，当我这样子，这是一个扣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这个要走了，你看起步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你后腿贴到前腿的话，你正常贴到前腿，你应该是往这走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圆周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我要切进来嘛。所以重要的是哪边？重要的是你这边都可以松，当紧了扣到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必须什么？啪，切进来，晓得吗？我再松掉又贴裆，我在这边变扣，正常应该在这个地方嘛。可是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切进来，在你切进去的地方，撑裆，你那个摆扣，你那个切才有力量。
这样不懂？所以摆扣不只是一个形态，摆扣是一个力量，是一个切进去的力量嘛。这样不懂？不是身体转，不是身体转，也就是说，你来，当我在这边，我要切进去。当我要切进去的时候，我不是说我这，你先不要动。我不是说把脚摆成这个，我就可以进去啊。你脚摆成这个摆布，你没办法进去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这个脚进去，它没有力量，这个力量不足以改变你，也不足以改变我。所以，当我这个脚要进去，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什么？这里是有一个力量的，我就可以这样子。这样不懂？我如果走那一边，你看哈，我如果这样走，我这做一个扣了，我上这个步了，没有用啊。可是当我上这个扣，我再一个切，我就过来了嘛。所以重点是在哪边？重点是我这个地方，我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力量？有这个力量，我就动了。我过来。这样子我再走过来没有意义。对。可是我如果是切线，这样子就有了。这样不懂？啊，所以我在这边我都可以松的，我都没有，我的裆也是松的，或者是跨活。可是当我要切进去的时候，叭，在这边就有了。听不懂？所以我说，当提供一个基本力，当提供一个结构的力量。老师，你讲的切线应该是撑裆出来，把那个线让它有力量可以拉出来。对，否则你不会形成切线。因为不然的话，只有胯的这个转而已。对，或者大部分人都只是脚。现在甚至有脚摆扣的都很少了，都在走直的，都在走直的。有些的摆扣也不过是在脚上面，或者在膝盖上面，在胯上面的都少了，晓得吗？可是你要有产生摆扣的功能，你必须要有什么？必须要有裆，必须要有裆，你才会有这个力量。看不懂？你要有裆，你看有裆，这个力量，叭，这个力量，你的摆扣才会带动你的身体嘛，晓得吗？所以我在摆扣的时候，身体是在什么？是在摆扣的过程当中，我的身体就变了，而不是我完成了摆扣，完成了摆，我的身体才变，这不行的。而是当我在动的时候，你看我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身体就已经过来了，听不懂？所以它也算是顺着它掉，它被那个拧转带过去的嘛，它被拧转带过去的，晓得吗？这才是摆扣的意义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要做到摆扣，你第一个你的胯要会动。第二个，你要形成裆，在这么小的步距、这么小的里面，你要有裆的力量。你看裆的力量要有这个扣的、摆的，你看要有这个力量，在这边的力量，这边的力量要有这个。晓得吗？所以我说，裆的方向由谁决定？由胯决定啊。所以我现在的裆要往那边走嘛，我的力量要往那边走，由谁决定？由胯啊。我这个胯往那边带，你看一翻，我这个往后撑，它出来了一个这个力嘛。我到这边，我的力量要往那边走，由谁决定？由它。你看它产生一个这个力。胯的方向往这边带，所以胯的方向往这边一带，
我就过来了。听不懂？啊，晓得吗？所以我说，身体的转动、身体的移动变化，由谁来决定？由力量来决定。这个力量是由谁带起来？基本上不来讲是由胯，实际上由任何一个关节都可以，任何一个关节都可以，晓得吗？这就你看，这是直线嘛，我的手这是直线，当我的直线到这边一变，就变了，因为我这个的活动。这个的活动连接到这边来了，所以你做这个动作，你不可以说我这样子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啦，晓得吗？所以你看练八卦的，我不管你是什么门派的，他在转动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东西，有没有这个东西？有这个东西，他就没有丢掉八卦的核心；没有这个东西，都是身体在那边乱走，身体在那边乱走，那不是八卦。晓得吗？你们去看最早的那个大陆那个一个女的，不要讲名字了，八卦掌的冠军，一个女的很有名的，你们看她走。完全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是练的熟练，很多就是练的熟练，尤其现代竞赛武术很多出来练，很多练八卦，练一个套路八卦啊，看起来身法很漂亮又快啊，这个东西没有啊，晓得吗？没有就不是八卦。晓得吗？八卦的核心，八卦拳的核心就是拧转。拧重要的是拧带动转，而不是仅仅是转，是拧带动转。因为这个拧带动我的转，而不是转。晓得吗？所以练八卦一定要这样子啊，一定要这样细啊，你一定要每个关节能够单独活动，这样你每个关节都可以带动那个拧。他们大陆的影片是放盘子，然后这样子。对呀，我看过啊，练这个东西，它这个东西变成这个啦，变成这个啦，变成这个啦。那你说做一般运动也可以啊，但你端这个盘子就没有意义啊。端这个盘子没意义嘛，是不是？那跟你空手，你空手去练这个，不是也行吗？你空手这样子做，不是也行吗？可是他们都少了一节带一节这个的核心在哪里？那没有啊，你看他动作没有啊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做这个的时候，你如果身体跑掉，你们看哈，我如果是做这个。哦，对，OK， 好，我说嘛，我们练习是在限制中练习嘛，所以当我这个身体不动的时候，我要保持到掌心向上，我到这边，我是不是你看我手肘要动，我是不是这个肩要扣，我是不是这个肩要扣到这个程度来，然后我要转上来，保持到掌心向上，我是不是这个肩要翻，然后你看我要保持上，我是不是这个要走？肩肘要走，是不是拉开我才能保持到它向上啊？可是你如果变成我到这边不能向上，我身体弯曲，你看我变成这个样子，到这边也不行，我变成身体扬起来，你这边都没动啊，你的肩肘都没动啊，那你做这个动作就没有意义啦，晓得吗？
做这个动作的意义就是你受到限制了，你可以做出，你看，你的肩关节翻到这个地方来，你过来，肩关节翻，肘关节走，它变成这样子，走，你看我到这边来也是一样，我的肩关节必须要扣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我要走到这边来，它才可以啊。如果变成这个样子，该练的地方没练到，而且你这个动作在武术上来讲没有意义。晓得吗？所以八卦里面你能做到这个，然后来这边，比方讲他手来，你手来，我要做这个，我做这个，我从这个地方一翻，我从这边一翻，你看我的肩膀翻到这个地方来，我是不是进来了？你如果肩膀不能翻，你如果说我做这个，你做这个。没有意义啦，别人打进来啦。可是我做这个，你看我的肩跟肘，你看我肘可以管到它，我的肩膀已经翻过来了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我这个的变化可以在这边很大。我如果在这个地方，你看我这样走，我可以吃住它。你如果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没有意义啦，他手跑掉了。所以武术里面很多的东西是在八卦近身的东西是在什么？我如果跟他离得很近，近身的打的关键在哪边？是在你的关节能不能改变角度。我在这边我要打他，一个是这样伸嘛，可是你这样伸的时候，他打进来啊。所以我不是啊，我在这边打他时，你看这个关节动啊，我的肩关节变到这个地方打，他那个手来接我这个手，你看我这个手在这边翻，我每一个关节可以改变角度，我就可以在那么近的距离之内改变力量的方向。而不是身体做那么大的动作，晓得吗？在体不变的状态下，你去改变这个姿的角度，近身打法就是需要这样子，懂不懂？导引也需要这个。我跟你们讲了，翻肩跟没翻肩，它里面沟通的差别。懂不懂？啊，你的手会不会用，差别也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手腕、手指能不能用，也在这边。晓得吗？啊，所以传统的东西啊，它真正的难处是在它里面的那个力量是怎么用的，不在外形。这就我说的外形，他的身体达不到那个条件，他去学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东西改变掉了，改变到他可以做，改变到他可以做的样子，那就慢慢就变了。这么懂？啊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